秦勇，7月24日，陶林死亡的那一天，你在哪儿？我在城西郊无人区海岸线捡垃圾。有人证明吗？没有，我一向都是一个人去的。见过这个米袋吗？哦，前些天我一个老同事送我一袋米，包装就是这个样子的。但用完米之后啊，我就把这个包装袋扔垃圾桶了。这是我扔的那个吗？目前看来是的，因为在上面找到了你的指纹。警官妹妹，我不会对你说假话的。手套是你的吗？嗯。干嘛用的？上过我们那艘船的船员干活的时候都用这个手套，都成为习惯了。退休了还用啊？我平时捡垃圾的时候用啊，用完之后我就丢垃圾桶了。平时喜欢听戏是吧？老船长喜欢听戏，后来呢，我也喜欢听戏。回到龙帆以后啊，我就没事的时候到茶楼里去听。这衣服是你的吗？都穿过好几年了。我们在包裹陶林的尸体米袋里找到这个扣子，经过技术对比，就是你衣服上少掉的那一颗。为什么你的扣子会在那里？我不知道啊。秦勇，现在坦白还不晚。人是你杀的吗？不是，我没有杀人，我没有杀人呐！秦明能听见吗？天哪！我是又给他丢人了。物证搜寻齐备，关于凶手落在裹尸米袋的扣子，正是秦勇衣服丢失的扣子。秦勇对扣子、米袋以及戏曲票友等物证都有相应的解释。秦勇的欢乐换登记本里有王超、肖丹丹的委托记录。至于陶玲，秦勇的救命恩人蒋山交代，他说他之前跟秦勇哭诉过陶玲伤害过他的女儿蒋月月。也就是说，物证都齐备了。他否认作案。继续对物证进行核查吧，因为现在目前的物证只能证明陶林案跟秦勇有关。那么，剩下的这2起案子，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是秦勇作案。我们不可能仅仅依靠孤立、不能相互印证的证据就定罪。任何一个独居者，如果所在范围内没有监控视频，他是无法证明自己的行踪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不仅要对物证核实，最重要的还是要找到他的作案动机。那有没有可能是无差别作案呢？无差别作案的凶手大部分是反社会人格，他们一般事前没有计划，跟受害者也无冤无仇，作案完全是临时起意，随机选择作案目标。其目的是为了报复社会，挑起族群的仇杀等。但是陶玲的案子不属于随机作案，而秦勇一直守望着自己的儿子，心中还是有所期望的。他不太会报复社会。好的，李队，我们会尽快一一核实物证，找到作案动机。秦勇的案子比较特殊，所以我们在办案的过程中一定要慎之又慎，同时呢，要注意讯问的方法。秦明的状态如何？他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。让他休息几天吧，忙了这么久了。
他妈不要命了？怎么，你害怕？你快来看看，来吧，来来来，爸爸在，你别怕，你看。儿子，是这样的，英雄和懦夫呢，都会恐惧的。不同的是，英雄会把恐惧转嫁给对手，明白吗？嗯。跟我一起看着他，看着他的眼睛。你看他害怕了，所以，儿子，等你长大了以后，当你遇到恐惧，你要学会面对它，最后战胜它。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？因为我聪明啊。你还好吗？没事吧？不用担心我。明天开始，我会好好吃饭，好好工作，好好睡觉。虽然证据都指向我爸，但我相信他不是凶手。我会证明给大家看。回家。老板，您的牛肉粉。现在开始，我认真的吃饭了。吃饭是比吃药更重要的事情。秦法医，铃铛呢？他下乡去办案了，应该是去了弱水市。
队。7天以后，秦勇将以脸谱连环案凶手的身份被移送到司法机关进行公诉，物证齐备，作案时间匹配。如果在没有新的证据出现之前，目前我们做的就只有这些了。能不能让我跟秦勇单独聊一会儿？如果我问的话，他可能会说出真相。你这是在为难我。拜托了。不行。秦勇，你的儿子非常想当面问你几个问题，但是我们的法规不允许，你能理解吗？他特意请我来讯问你，你明白他的心意吗？赵雅林，23岁，财经大学大4的学生。3岁的时候，父母因车祸双亡，从小寄养在舅舅家。他是于2013年4月17日晚10点遇害，死因是因外力导致的窒息。之后，凶手奸尸，将其斩首分尸，丢弃在市游乐园中。肖丹丹，21岁，蓝天高尔夫球场的球童，高中辍学，父母是卖凉茶的，男友为她杀了人，潜逃到龙帆市。他们是我们另一起凶杀案的嫌疑人。他是于2013年6月10日晚11点20遇害，死因同样是外力导致的窒息，并且同样遭到了凶手的奸尸行为。陶玲，你应该非常了解她吧？她被掐死之后，弃尸在秦明住处不远的果园里。凶手刻意制造了停电事故，我们才发现了尸体。停电当日，也正好就是你在海边捡垃圾的日子。3位女死者共同的死亡特征都是外力导致的窒息，凶手疑似当时戴有胶皮手套，没有留下指纹。我们在陶玲的裹尸袋中发现了你的扣子。据我们调查所知，你与3位死者都认识，并且案发当日你都没有不在场的证据。他们的脸上被画上了青衣的戏曲脸谱，你正好又是资深票友。现在，我代表警方，更受你儿子秦明的委托，代他问你：我们怎么能证明你不是凶手？如果我们不能，你是自己证明你不是，还是承认你是？秦勇，今天我们的对话非常重要。当我们坐在这儿时，你的儿子正满怀期望地看着你。
者是以后怎么判我，其实我都不在乎。我和我儿子分开10几年，几十天前才见了面。就在几天前，算是相认。所以你们做出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。我知道你的想法。如果你承认杀人了，你儿子就是破案的功臣；如果你不承认，你儿子也没有因你而丢脸。所以你不在乎结果，你只在乎哪种结果对你儿子更有利。我和你儿子秦明相处多年，他是一个非常认真和坚持的人，他绝对不会同意这种和稀泥的结果。如果吃着父亲的人血馒头，他一生都会不安。林警官你认识吗？他和你儿子关系非常好，也非常关心他。现在你们也是朋友，对吗？他一直在向我求助，为了你儿子。你儿子秦明是15年前我市脸谱连环杀人案的唯一目击证人。这长达10几年的时间里，他没有父亲力量的支持，也没有正常的家庭挚爱，他一直饱受着应激创伤后遗症的困扰。所以，这个连环杀人案的破获，对你儿子的疗愈至关重要。我没有办法证明，但杀人的不是我。我希望你们能够找到证据证明我的清白。最后，我要跟我儿子说一句话。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，健健康康的活着，不要被老爸连累。李队，我父亲不是凶手。怎么证明？我现在非常的冷静，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，我的父亲不是凶手。凶手把我的父亲送上审判台，就是为了挑战我，或者说玩我、碾压我。他认真的研究了我的父亲，就是为了把这个局做成死局，然后看着我在局里面挣扎。秦明，我们需要的是证据。我一定会把证据放在你面前的。好，但我提醒你，不管你做什么，一定要赶在下一个受害者之前。如果真的如我所料，那么在我的父亲被送上审判台之前，绝对不会出现下一个受害者，因为那样就能证明我的父亲不是真凶。等审判结束了，大家都放松下来，受害者又出现了，大家会想到什么？15年前，连环凶手的杀人犯，又是一个替死鬼。对，所以说我父亲的审判时间能不能延后，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你会有一定的难度，但是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我们会在政策范围内给你支持。收到。赵雅林、肖丹丹和陶玲，这是他们的示人面和暗藏面。你们能发现什么共同点吗？并没有什么交集啊。他们的共同点，就是他们都具备很明显的双重人格。
但其实每个人都会有双面性啊，越完美的人隐藏的越深。是，那他们生活里的交集点呢？他们的社会阶层差别比较大，目前找到的生活里的交集点就只有欢乐焕。还有没有共同的人际关系？一个是学生，一个是高尔夫球童，一个是白领。朋友圈也没有什么交集吧？女孩一般怎么打发时间呢？吃吃逛逛买买，哪像我们一样，除了游戏就是睡觉啊。寻龙分金看缠山，一人重是一山关。关门如有八重险，不出阴阳八卦星。传说中的清朝大墓三品大官，究竟在哪儿呢？鬼！深夜饶命，深夜饶命，深夜饶命，深夜饶命！千万别伤我身，千万别伤我身！是。妈的，炸药炸坟呐！他妈的，这帮盗墓贼还讲不讲究点技术了？老斗的还有没有点素质？都他妈这么做，祖师爷规矩还要不要了？妈的，老子举报你妈的！
看到这样精神的你，真替你感到高兴。我一定会找出害我父亲的真凶。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？需要我重建那些证物吗？不需要，我相信你的鉴定水平。关于我父亲的案子，我思来想去，想了很久。我现在坚信，我父亲不是凶手。说来听听。因为我的存在，证明我父亲是一个功能健全的人。而在肖丹丹和赵雅琳的案子中，死者体内的遗留物无法做 DNA 鉴定，而在陶玲的案子中，凶手又戴了套。这意味着，要么凶手的生殖功能发生过变化，要么这3个人不是同一个凶手在作案。总之，或多或少都能洗清我父亲的嫌疑。有没有可能你父亲有了你以后去做了结扎手术？有这种可能，但我已经委托派出所的医生做了鉴定，他没有过结扎痕迹。那只要证明你父亲没有无精症，就能证明前2起案子不是他做的。对，还需要我和我父亲的亲子鉴定，我已经做了，现在在等结果。还有一点，我父亲从小在船上长大，虽然他很聪明，但是没有受到过专业的训练，也没有过系统的教育。他头脑还非常简单，如果他作案，一定会选择简单的方法。但想想我们看到的案子是什么样的，种种迹象表明，凶手的心思非常缜密，他受到过系统的教育，而且有专业的医疗知识，有一整套扭曲的价值观和恶趣味，有很强的犯罪意图，要么就是受到过某种刺激。总之，这个人和我父亲差别实在是太大了。青龙乡附近的鸡鸣山发生了1起案子，你们几个去看一眼吧。好。林当不去吗？他昨天请假了，说回青龙乡看看老局长，多余的我也没问。走吧。走。鸡鸣山是个乱葬岗，埋了好多死人，平常没什么人来。在青龙乡长大的人，大多都听过鸡鸣山的鬼故事。说说案子啊，今天早晨，青龙乡派出所收到一个叫沈三的村民报案，说下半夜天未亮之前，有人在鸡鸣山上炸坟，现场还遗留了爆炸装置的残留物。乡派出所收到报案很重视，带着所里唯一一条搜爆犬赶赴鸡鸣山。结果在现场只发现了爆炸装置的残留物，但搜爆犬却嗅出了一具棺材，里面有具尸体。棺材里面有尸体，不是挺正常吗？问题是这尸体的状态很不寻常，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向市局请求法医和痕检支援的原因。最近啊，不知道从哪冒出一个传言，说鸡鸣山上有一座清代3品官员的大坟。这个报案的沈三，我们强烈怀疑，他本身也是上山去盗墓的。哎，你还别说，这地儿还挺瘆人呢。有什么好怕的？还能挖个活人出来啊？哎，走。各位，这就是来报案的沈三。我好心报案，还被你们扣在这儿，还讲不讲道理了吗？我可是100%守法的好公民嘛。山坡上捡的，是你扔的吧？不是我。没事儿，回去检一下指纹就全知道了。哎，
其实是我不小心扔的。行了，勘察现场吧。海报检查刚刚看过，是枚手工制作的定时炸弹，没什么技术含量。确实没什么技术含量，只能炸碎钢化玻璃，炸不死人。案犯可能在实验炸弹，没装定时器，装置也没有完全封闭，所以在引爆的时候，爆竹变成了呲花，只有一阵白烟腾空。难道不是炸弹炸坟呢？但这回我明明听到了鬼叫声啊，嘶嘶的。难不成底下埋的人还会说话？刚刚路过的时候，看到草地上有新鲜的轮胎液，你听到的声音应该是他开车离去，汽车压到荒草的声音。开车离去？那我耳朵里边听到的嘶嘶声是什么呀？从心理学上讲，因为你当时高度紧张，所以你会按照自己的想象听到对应的声音。哎，你说谁会大半夜的开车跑这儿来做实验炸弹呀？该不会是恶作剧吧？就算是恶作剧，它也得有对象。实验炸弹肯定是有目的。这些零件里会有线索。碰碰运气吧，兴许有嫌犯的 DNA。那边是发现尸体的地方吧？对，我们已经有法医同事在清理了。不会有人过来埋尸，顺便实验炸弹吧？根据沈三的供述，发现爆炸是今天凌晨3点左右，但我们发现这具尸体死亡时间定不下来。定不下来？为什么？因为尸体上被人撒满了盐，这种手法我从警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见到。这也是我们向市里请求法医来的原因。走，过去看看。这位是我们县的杜法医，他们都是市刑侦所的专家。你好，秦明。你好，你好。赵佩环。你好。李大宝。啊，你好。这具尸体看上去挺新鲜，难点就在于犯罪分子利用腌制咸肉的方法腌制过尸体，效果挺明显的嘛。尸体表面连腐败静脉网都没出现。什么是腐败静脉网？就是尸体腐败形成尸粒之前的一个必然过程，静脉会在皮肤表面非常明显，形成一个网状。8月份的天气应该1、2天就能形成了。凶手以为这么做，尸体就不会腐败，不会引来野兽，自然不容易被发现。可是他腌制咸肉的方法是错误的，腌制咸肉的前提是要先晾干，不晾干就这么做的话，尸体一样会腐败。幸好有搜爆犬啊，凭我们人类的嗅觉和这开阔的环境，很难发现这样的藏尸地点。但是毕竟有外界因素干扰了尸体自然腐败的过程，给我们判定这个死亡时间呢带来了困难。这个不难，只要确定了尸源，搞清楚他死前吃了什么，什么时间吃的，根据胃溶物的腐败程度，就可以准确地判断出他的死亡时间。林汤是不是回青龙乡看望老局长去了？你说的是在我们乡派出所干过的铃铛警官？啊，他昨天回来过，中午跟老局长吃了顿饭，下午还帮我们出了趟警，说晚上就回去了，顺道办点私事，应该回龙帆了。没回去吗？不知道跑哪边去了。这个小铃铛就爱到处跑。